一架1962年首飞的老直升机，服役超过60年，比大多数观众的父辈年纪都大。有人叫它飞行卡车，有人说它早就该进博物馆了。但它不但没有退役，反而越来越能打。它运过坦克，吊过榴弹炮，救过海啸灾民。现在它开始从肚子里往外吐无人机了。更离谱的是，2026年4月，它自己完成了全自动降落，全程飞行员手都没碰操纵杆。这款老兵名叫 CH-47 支努干，两个大旋翼，一个方方正正的铁壳子，看起来憨厚老实。但今天这支努干已经不是你爷爷认识的那架运输机了，它正在变成一种全新的武器，一种让对手根本防不住的空中航母。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这架60岁的直升机到底凭什么还能再飞40年，它的肚子里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俄罗斯那架号称世界最大的米26跟它比又输在哪里？2026年4月，美国陆军干了一件让整个航空界都瞪大眼睛的事，一支 CH-47F 支努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没有飞行员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完成了全自动进和着陆，4个轮子稳稳当当落在跑道上，全程电脑操控，飞行员的手插在口袋里。这是支努干服役60多年来第一次完全不需要人动手的自主降落。各位可能觉得这不就是自动驾驶吗？民航客机早就有了。但支努干不一样，它是重型直升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起降，风沙、烟雾、不平整的临时跑道，这些条件对于自动驾驶来说比登天还难。根据波音公司2026年4月16日公布的测试数据，这款名为 A2X 的自主飞行软件，从2026年1月首次搭载在支努干上开始，已经累计完成了超过150次自主进近测试，从100英尺悬停到完全触地，软件全程接管。波音描述这些着陆精准且可重复，相信各位热爱军事的观众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为了照顾一些新朋友，咱们得说清楚，这个技术不是为了让飞行员下岗，而是为了让飞行员活得更轻松。具体怎么理解呢？咱们一起来设想一个场景，一架支努干执行前线补给任务，满载弹药和物资，飞向一个敌方防空火力威胁下的前沿阵地。飞行员一边要操纵飞机低空规避，一边要盯着仪表盘，一边还要用无线电跟地面部队确认降落点。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任何分神都可能致命。现在有了 A2X， 飞行员只需要在屏幕上点一下降落点，设定好进近角度和起始速度，剩下的全交给电脑。飞机会自己判断风向、风速、地形，自己调整姿态，自己落地，让飞行员可以腾出双手，盯着雷达，注意周围的威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这就是监督式自主，不是机器取代人，而是机器给人当副驾驶，让你把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波音公司明确表示，支努干的自主化路线图还包括未来减少机组人员配置，甚至在某些任务中实现可选有人飞行。一架60岁的老直升机正在变成一架可以自己飞的机器人。这还没完，支努干的升级远不止自动驾驶。2025年9月，美国陆军加速采购 CH-47F Block 2，授权在2025和2026财年为2个作战航空旅换装新机。波音公司在2026年4月15日刚拿到一份3.24亿美元的合同，采购6架全新的 Block 2支努干。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美国陆军计划将大约465架 CH-47F Block 1全部升级到 Block 2标准。Block 2的升级清单有多夸张？咱们一条一条来看。根据波音公司公开的数据， Block 2换装了全新的动力传动系统，加固了机身结构，配备了先进支努干旋翼叶片，升力大幅提升。最夸张的是发动机，新发动机输出功率达到6000轴马力，比现有型号提升 22%， 油耗降低 8%， 整体可靠性提升 25%， 最大起飞重量从5万磅增加到 5.4 万磅，任务半径大幅扩展。简单来讲就是飞得更远，拉得更重，续航更长，在高温高海拔环境下也不影响飞行，这些都是给前线打仗用的硬指标。如果只是飞得更快，拉得更重，那支努干还只是个优秀的运输机，但它真正的革命性进化是变成了一艘空中无人机航母。2025年7月，英国皇家空军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一架 CH-47支弩干在飞行过程中从机舱内发射了第一视角无人机，这些四轴无人机从移动中的直升机肚子里飞出去，然后由机舱内的操作员遥控执行侦察和打击任务，整个测试代号叫马蜂窝。波音公司在官方声明中用了这样一句话：支弩干正在转型为移动无人系统运载平台。此言一出，震惊四座。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回忆一下，传统的无人机发射要么在地面发射车里，要么在固定阵地上，发射前要架设天线，校准导航，清空周边区域，流程长，暴露风险大。在这个过程中，万一被发现，就容易遭到毁灭性打击。支弩干来了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它可以在战场上空高速飞行时，直接打开尾舱门，从肚子里往外吐无人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敌人根本不知道无人机是从哪儿来的。你看到一架支弩干飞过头顶，你以为它只是来送弹药物资的，结果它的肚子里藏了10几架各式各样的无人机，飞到你阵地头顶，一股脑的放出来，你连跑都来不及。英国皇家空军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 FPV 无人机在近期冲突中的实战效果已经得到验证。从直升机上发射无人机可以绕过地面发射点的诸多限制，包括需要安全发射阵地、漫长的驾驶时间，以及发射人员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风险。波音公司更直白地描述这种能力的战术价值：通过将直升机的机动性与 FPV 无人机能力结合，英国皇家空军可以实现空中蜂群，压制敌方防线，干扰通信或中继实时情报。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2025年就已经完成实机测试的技术。一架支弩干肚子里装着10几架无人机，飞到敌人的防区上空，从你头顶放出蜂群。敌人抬头一看，漫天的无人机，都不知道自己的防空导弹该先打哪一架。这还没完，2025年9月，美国陆军在 UH-60 黑鹰直升机上成功完成了 ALTIUS-700 管射无人机的空中发射测试。13个月后的2026年4月，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完成了同样的发射测试。ALTIUS-700 不是普通的4轴无人机，它是管射式巡飞弹，从发射管里射出去，然后展开机翼和螺旋桨，在空中巡航长达4小时，航程超过460公里，携带15.9公斤高爆弹头，直接撞上去自爆。各位想象一下，一架支弩干机舱里装了几个 ALTIUS-700 发射管，飞到目标空域上空，一声令下，几发巡飞弹从舱内弹射出去，全自动向着敌军目标冲过去，操作员都不用自己锁定目标，只需要说一句那个方向有危险，无人机收到指令就去了。支弩干的巨大火舱就是天然的无人机库，它不需要改装成武器平台，它只需要把无人机和操作员装进去，它就是一座移动的无人机航母。这个战术概念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战场。有人可能会说，支弩干连导弹都没有，一架运输机飞在战场上空，不就是个巨大的火把子吗？这个问题问得好，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也想到了。但支弩干不是靠硬扛活下来的，它靠的是让你打不到和打中了也没用。先说让你打不到，支弩干的速度，根据波音公司的公开数据，最大速度达到187英里每小时，约302公里每小时，比很多现代攻击直升机还快。再加上它独特的纵列双旋翼设计，让它能在极端地形中低空穿梭，利用山脊和建筑物遮挡雷达视线。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飞过去了。再说打中了也没用，支弩干的生存力设计是美军直升机中最强的。它有2台独立的发动机，一台被打坏，另一台照样能飞。它有双旋翼，其中一个旋翼受损，另一个还能提供足够的升力完成航行任务。它的机身关键部位有防弹装甲，燃油系统是自封闭的，被打穿了也不会漏油着火。2025年7月，英国还测试了新型红外抑制系统，大幅降低发动机排气温度，让红外制导导弹更难锁定。英国国防装备与保障局在官方声明中明确表示，通过降低红外特征，该系统显著减轻了热巡导弹构成的威胁，这对于确保人员安全和任务成功至关重要。咱们一起来做个假设，如果一枚肩扛式防空导弹朝着支弩干的发动机尾喷口飞来，老款直升机只能通过抛洒红外诱饵弹像放烟花，然后双手合十听天由命。新款支弩干呢，拥有最先进的红外抑制系统，它可以把尾焰温度降到了导弹导引头都难以锁定的水平，就算导弹瞎猫撞上死耗子追上来了，打中它其中一台发动机，
另一台发动机依然可以正常工作，只要旋翼还在转，飞机就还能继续飞。它甚至能拖着残躯，把前线的伤员和物资抢救到后方。这就是支奴干的生存哲学。我可能做不到刀枪不入，但要你没办法打死我，还是很简单的。聊完了美国，咱们得看看老对手俄罗斯在重型直升机这块到底什么水平。俄罗斯不是没有重型直升机，他们有米26，那是全世界最大的直升机，载重20吨，比支奴干还能装，听着挺唬人，对吧？但是米26有个致命的问题，它用的是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生产的 D136发动机。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乌克兰切断了所有对俄军用发动机供应，从2019到2020年开始，俄罗斯就已经无法生产新的米26了。根据乌克兰国防报2025年12月报道，俄罗斯的米26项目陷入了被迫的现代化循环。由于依赖乌克兰制造的 D136发动机，入侵后根本不可能采购，替代发动机的研发工作没有产生显著成果。这还不是最惨的。2024年6月，乌克兰安全部队在克里米亚的基洛夫斯克空军基地成功摧毁了一架俄军米26，这是俄乌战争中第一架被击落的米26，而俄罗斯根本造不出新的来补缺，损失一架就少一架。与此同时，支奴干在干什么？2026年4月，德国第一架 CH-47F 布洛克2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工厂生产，德国一口气订购了60架，合同总价值高达70到87亿美金，预计2027年开始交付。波兰也明确表示了对支奴干的采购意向，认为它是唯一能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协同作战的重型运输机候选。这就是差距。你的米26停产了，你的发动机还得靠乌克兰供货，你损失一架就永远少一架。我的支奴干不但在批量生产，可以升级改进，还不耽误往外卖。美国陆军还计划让支奴干飞到2060年，到那时候，这位老兵就整整服役了100年。回到最初的问题，一架60岁的直升机凭什么还能再飞40年？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架运输机，它也可以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可以不断塞进新技术的载体。它不需要最先进的隐身涂料，不需要超音速巡航，不需要发射导弹，它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东西从 A 点运到 B 点。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新技术，自主飞行、无人机发射、管射巡飞弹都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塞进去。60年前，他运的是越南丛林里的士兵和弹药，今天他运的是战场上的无人机蜂群。30年后，他可能运的是激光武器或者电磁炮。只要这个需求还在，支奴干的铁壳子就会继续飞。美国军工的强大不只是他科技领先世界，也从来不盲目追求最酷最新的装备，他们追求的是每一件装备都能在战场上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让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可以接受持续的升级，能够在一次次历练中不断进化。对手的米26停产了，报废了，绝版了，支奴干还在飞，而且飞得比以前更快、更远、更智能。有些时候人们会质疑它太老了，不中用了。可若是它真的飞到2060年时，人们就会由衷的感叹，这老家伙还真有两下子。本期关于 CH-47支奴干的硬核分析就到这里。各位觉得一架60岁的运输直升机变成无人机航母，这算不算军工史上的奇迹？如果你是战场指挥官，你会怎么用支奴干来改变战局？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硬核科普，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转发。咱们下期再见。